吃到现在，欧文只有一个想法，好像他的所有的餐点味道都是还蛮清淡的，所以来这边好像食之无味。嗨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 Domiss，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欧文。今天我们来到台南永康，由路易莎亲手操办最新品牌港式料理吃到饱隐月阁。这间呢，原本它名字叫满月阁，名字很有意思哦。那它里面的装潢有重新改造过，连桌椅都是换新的。那它的料理区大概是一样的位置。欧文很期待今天的料理，而我们今天用餐费用是270元，加上SPA服务费，用餐时间为2个小时。朋友在这边开始之前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哦。嗨，朋友们，假日快乐！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餐台自助吧有什么。第一个是乌参豆腐包，看起来有一些乌参，看起来是蛮滑嫩的哦，酱香味感觉是很浓厚的，感觉会很咸。那旁边是干炒牛河粉，干炒牛河，这看起来应该就是 QQ 嫩嫩的口感。旁边是海鲜公仔面，这两个呢，欧文是比较不那么喜欢。那喜欢的朋友呢，可以多吃一点哦。这个我在旁边就闻到有一种很咸的香味了，这个吃起来等一下是非常够味的。那旁边就是一些凉拌料哦，有泡菜、干丝、小黄瓜、海蜇丝跟花生。那我们再往旁边走，有一个哇，这个很快清底的，这个是蟹黄烩鲜酥，蟹黄烩鲜酥，大家应该蛮喜欢这个的哦。等一下应该是鲜味浓厚。在旁边是土瓶蒸，还有香菇炖鸡中，还有黄金虫炒炖排骨。OK， 那这边有一些现做料理，有鲜虾肠粉、葱油鲜鱼肠粉2种。在我旁边是川辣紫蟹、螃蟹，几乎快清底的浓浓的辣椒啊。再来是蚝油芥蓝，这个欧文就很喜欢的，因为它有点涩涩的口感。在我旁边是清蒸鲜鱼片，剩下1/3，可见这个也是蛮受欢迎的鱼哦。在我旁边是炒高丽菜，炒高丽菜好像没什么动，大家比较不喜欢这个。奶油烤白菜，剩下一半。在我旁边是避风塘排骨，哇，这个清空了，根本就没有了，可见这个是相当的受欢迎的，一下就清空了。哇，里面呢气氛感觉是蛮华丽的哦，非常高。在我旁边走，这边是蒸笼类的，满满的蒸笼，有糯米荷叶鸡、豉蒸排骨，叫蚝油凤爪，小笼包开夹，哇，这个小笼包感觉不错哦。旁边还有叉烧包跟经典流沙，还有鱼翅饺，看起来蛮好吃的。这还有干贝烧，哦，蟹黄烧麦跟火腿鲜虾，可以大致上就是这些。手旁边这个是烤鸭的，这个有现包烤鸭皮，师傅在努力的制作哦，很辛苦。那这边还有脆皮烧肉，哇，很受欢迎，剩下肥肉。在旁边是广式烤鸭，也是蛮受欢迎的，清空。还有香肠也都没了。旁边有油鸡，这是油鸡，还有一半。蜜汁烧腊也还有一半。脆皮鸡，那这边还有师傅正在努力的帮忙制作，辛苦了。这边是甜点饮料现做的，
这边它有这个可以直接用的柠檬茶、美露、丝袜奶茶跟鸳鸯奶茶4种是可以直接自己倒。那边还有这个果冻甜点，这边还有现做的饮料区。那它现做的饮料有5种，有红豆冰、杨枝甘露、冻柠茶、咸柠七跟柠檬乐。再往旁边是有一些水果，还有仙草、绿豆一些，还有西米露。旁边这边是甜点，甜点看起来好像还好，就是一些小饼干，很多都是饼干。那比较漂亮的是个椰汁糕，5颜6色的，蛮好看的哦。其他的就是还好，都是饼干类的，没什么好，大概看一下就好了。几乎都是饼干类的，看一下就好。这边是炸的点心，有叉烧酥，旁边是芝麻球，我很喜欢的芝麻球，在旁边是马蹄条，非常一。还有这个里面不知道是什么，没有牌子。下面是炸春卷、腐皮卷，腐皮卷蛮受欢迎的哦，剩下1/6。好，萝卜糕，在旁边是炸银丝卷、炸螺卷哦，螺丝卷，旁边是糖不甩。这个欧文很喜欢这种感觉，非常的香糯。那我们再往旁边有一些很像清粥再加的一些料，有一些清粥再加的一些料。这边有这个鸭粥看起来蛮清淡的哦。还有冰糖水梨银耳露，旁边还有一个现做西多士，有巧克力火腿、金沙蛋黄馅。这边还有这个鱼翅、鲜虾粉肠、蛤蜊汤。OK， 这边也是一个现做区。那另外一个餐点区在另外一边，里面看起来真的蛮深的哦。2个座位区都蛮大的，来看个全景。OK。我刚好到它的自助吧台跟料理区拿了一些蒸笼类、热炒甜点、炸物跟港式甜点，还有一些杨枝甘露。那我们就开始享用吧。那我们就先来吃它的蒸笼区干贝烧麦，看起来是清香可口。一入口的 Q 弹感是无话可说的，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干贝的鲜味以及肉馅的鲜汁，整个综合起来是蛮有意思的。在欧文手上的鲜虾烧麦，鲜虾看起来是蛮小只的。这个鲜虾烧麦吃起来完全是没什么味道的，鲜虾烧麦是不用拿的，完全没有味道。在欧文手上的叉烧包看起来是相当可口。这个叉烧包也是还蛮清淡，没什么味道，而且它内馅只有一点点，全部都是包子皮，我觉得蛮可惜的，有点小气。在欧文手上的奶黄包是相当期待，它是否有流沙感？欧文就爱这种奶黄包，非常湿润香浓的流沙感，带着浓厚的奶香气，整个口感是更加的吸引人。等一下欧文一定要多吃几个。再往旁边的豉汁排骨看起来是相当可口哦。排骨的滑嫩度是毋庸置疑的，但是它口味还是稍微清淡了一些。在咀嚼过后，你可以感受到稍微的胡椒香气。今天的蒸笼类好像味道都还蛮清淡的，很有油啦，在下面有泡到汤汁的咸味就多了一些，可能是因为没有均匀。蒸笼类欧文最期待的就是小笼包了。小笼包内馅的鲜甜味是够的，但整个期待感呢稍微有点高，以至于整个口感感觉稍微平淡了一些。最后一个凤爪。凤爪的滑嫩甜度是够的，随后你感觉到稍微的胡椒香气以及辣味，整个口感还是蛮不错，只是整体上的口感还是偏稍微清淡了一些。那我们蒸笼类就吃完了，蒸笼类欧文最喜欢就是它的奶黄包了。等一下我们来多吃几个，再来就是熟食区，在欧文手上的清蒸鲜片鱼，看起来是蛮肥美的哦。
果然是非常滑嫩鲜甜的，难怪那么受大家喜爱。旁边的避风塘排骨，我们来试看看它的味道是如何。炸的是相当的酥脆，但是口味一般般，没什么特别，好像有点炸过头，所以炸起来有点反苦的感觉。在欧文手上的脆皮烧肉，我们来试看看它的脆皮度如何。整个烧肉的滑嫩度是无话可说的，可是我觉得它的脆皮稍微少了一些，它的脆皮的厚度太薄了，觉得它的脆皮可以多一些，保留那脆皮的口感会更加有味道。旁边的蜜汁叉烧看起来颜色相当吸引人。它蜜汁叉烧口味是蛮清淡，缺少了蜜汁的香甜口味。在欧文手上的大香肠看起来是蛮大片的哦。大香肠是没什么香味，我以为吃起来会甜甜的，可是它呢最主要是咸味大过于甜味。在欧文手上的油鸡看起来油嫩嫩的，应该是非常香甜。油鸡的嫩口度是无话可说的，但是吃下去好像有点切肉的那个肉颠的那种味道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种味道，有点反耳的感觉。再是乌参豆腐包，这个还不错哦，口感是相当的 Q 弹，带点滑嫩度，咸甜之间平衡拿捏的恰当好处。旁边的川椒辣子蟹看起来是挺有味道的。螃蟹的肉有够多的啦，在咀嚼过程中，外衣炸的酥脆，里面的肉馅非常绵密香甜，还带点稍稍的辣味，整个层次是相当足够的。喜欢吃螃蟹的朋友，这个绝对不要错过了。相当翠绿的炒芥兰是欧文最喜欢蔬菜之一。欧文就喜欢这种酥脆带点苦涩的味道。在欧文手上的奶油烤白菜，起司味道是相当浓厚的。喜欢吃焗烤的朋友绝对不要错过这一道菜，起司味是相当浓厚的，在整个过程中滑嫩的起司再搭配上酥脆的白菜，整个口感层次是相当丰富。再往旁边走，有一区是炸物区，酥炸芝麻球。欧文就喜欢这种香糯的口感了，外皮炸的酥脆，里面是软嫩的芝麻加上红豆馅，整个香甜滋味是更上一层楼。旁边的花枝丸看起来是没什么风采。在欧文手上的香煎萝卜糕好像不怎么受欢迎，还一大堆。香煎萝卜糕吃起来还蛮一般的，没什么味道，应该会稍微有一些虾米的香气，可是它整个是没什么味道的。手上的炸春卷，我们来试看看。整个口感的酥脆以及香度，该有的标准还是有，可是它吃起来没什么味道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旁边的酥炸马蹄条一定要试上一口吧。最后一个蜜汁叉烧酥，千层的酥脆绵密，蛮丰富有层次的，可是整个整体上还是一样没什么味道。再往旁边它的现包烤鸭饼，来这边吃钢铁绝对也不能错过它吧。平鸭饼整个口感呢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可是我觉得它的鸭肉片如果可以再多一些，味道会更棒哦。最后一个糖不甩，好像是汤圆加上红糖。吃到现在，欧文只有一个想法，好像它的所有的餐点味道都是还蛮清淡的，所以来这边好像食之无味，开玩笑开玩笑。吃到这边呢，欧文有点渴了，我们来有点咸柠七。吃那么多油炸的，来一个七喜，真是恰到好处。在那旁边的窗口有一个现点料理区，有2种西多士。那我们先来吃巧克力火腿。外皮酥脆，里面的内馅相当的滑嫩，但整体还是稍微油了一些些。旁边的金沙蛋黄馅，当然不能错过它。内馅是相当的滑嫩咸香，还蛮像蛋挞的口感，整个口感还不错。这个口感就没那么油腻。西多士就吃金沙蛋黄就好了，那个巧克力火腿就不要吃了，太油腻了。旁边一区的甜点区看起来是相当可口哦。欧文只拿了几样，因为其他大多都是饼干类的。它甜点区的蛋挞有4种，那我们现在吃千层蛋挞。
我觉得它千层蛋挞还蛮好吃的，内馅的滑嫩香甜度是无话可说的，千层外皮酥脆带点咸味，这样子跟内馅搭起来，咸甜咸甜的，还蛮好的哦。在我们手上的第二种蛋挞，鲜奶蛋挞。鲜奶蛋挞的塔皮是相当的酥脆，像饼干的口感。但整个口感，我觉得还是千层蛋挞比较好。第三种蛋挞，姜汁蛋挞。真的好特别哦，真的有姜味哦，它很像我们在吃烧仙草那种姜汁的香气，整个风味还是蛮特别的。最后一种蛋挞，曲奇。最后一种蛋挞的表皮就是用饼干曲奇做的，跟第一种千层的是不一样的。旁边的香蕉斑斓卷看起来是蛮好吃的。非常小巧可爱的珍珠糖泡芙，巧克力口味。我以为里面是会有内馅的，里面是空心的，这个我觉得可以不用拿。在欧文手上是非常软嫩 Q 弹的椰汁糕，就是非常软嫩 Q 弹的口感。大部分的熟食都吃完喽，我们来吃个甜点，芋头西米露，看起来是非常的滑顺、香甜可口。下去呢，芋头的味道也是蛮清淡，整个是没什么甜味。不喜欢吃糖的朋友，这个应该你蛮适合的哦。再来有2杯饮料，这个是冻柠绿，我们来喝看看。整个口感是蛮清爽的哦，你喝得到绿茶的苦涩以及淡淡的柠檬香。最后一个是杨枝甘露。哇，这个蛮好喝的哦，入口是那微甜的芒果香气，带点甜味，随后又会释出一点葡萄柚绿的苦涩香气，整个搭配上是相当的平衡的。朋友们，所有料理就吃完喽。今天整个吃起来，欧文觉得口味上是相当的清淡的。喜欢吃重口味的朋友，这边这个人不太适合你咯。口味上呢，就是大概是一般般啦，没有像喜悦楼或者是新剧院吃起来比较好吃一些。这个吃起来味道是稍微欠佳了一些，但是该有的都还是有的哦。那以上就是欧文今天的影片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这影片哦。也欢迎你跟欧文说你最喜欢吃哪一道，或者是想看欧文挑战哪一家餐厅，都可以跟我说哦。我是董秘书欧文，吃货永远不会到，我们下次继续大吃特吃，用胃探索世界，用嘴巴记录美食。你的支持是我吃下去的动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